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邓为，古偶剧场的视觉美学革命者。在长相思的青石长街上，白衣少年转身的刹那，社交媒体平台的弹幕突然陷入疯狂的刷屏。这个被网友戏称为古偶和武器的邓为，正在用他的古香美学颠覆着影视行业的选角逻辑。在这个演技派与流量派激烈交锋的时代，一位仅凭皮香之美就能让观众集体倒戈的演员，正在书写着视觉经济时代的新规则。邓为的面部线条宛如宋代院体画中的工笔勾勒，眉骨与鼻梁形成的黄金三角区，完美复刻了韩熙在《夜宴图》中士大夫的金贵之气。他的下颌线既非当下流行的锥子脸，也不是传统的国字脸，而是北宋李公麟维摩眼焦图里那种恰到好处的方圆形制。这种古香在束发冠带的造型下，能自然撑起古装剧需要的空间立体感。在仙台有树的竹林戏中，当镜头以45度角掠过他眉间的朱砂印记时，光影在颧骨与太阳穴之间形成的明暗交界，竟与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帝王图中唐太宗的画像产生了跨时空的呼应。这种古典美学的 DNA 使他的面容自带历史纵深感，无需台词铺垫就能让观众相信这是从古籍中走出的角色。造型师在为他设计发套时，特意保留了额前2缕龙须刘海，这个源自敦煌壁画飞天造型的设计，巧妙修饰了现代人脸型与古装发冠的适配难题。当他在长相思中策马疾驰时，飘动的发丝与面部轮廓形成的动态美学，堪称移动的山水画卷。邓为团队对色彩的掌控堪称教科书级别。在仙台有树的魔尊造型中，玄色锦袍上的暗纹采用了北宋缂丝工艺的复原图案，领口处的月白色滚边精确控制在 1.2 厘米宽度。这个尺寸既能凸显脖颈线条，又符合明代三才图绘中领不过寸的礼制记载。这种细节的考究，使它的造型超越了普通古偶剧的影楼审美。服装材质的选择暗藏玄机，不同于常见化纤面料的反光塑料感，邓为戏服多采用真丝绡、花螺等传统织物。在烛光场景中，这些材质产生的柔光效应，恰好弱化了现代高清镜头对演员面部的苛刻要求，营造出类似簪花仕女图的朦胧美。配饰系统的构建更显功力，从玉带钩的形制到剑位的纹样，都经过文博专家的考证。当他在剧中佩戴的螭龙纹玉组佩发出清脆声响时，这种源自周礼君子佩玉右征角左宫羽的声韵设计，让角色在视觉之外增添了听觉维度的人文厚度。在短视频平台的二创生态中，邓为的镜头被解构成 0.5 秒美学单位。剪刀手们发现，他的任何表情截取都能达到水墨动画山水情般的意境美。这种超越演技的视觉自足性，正在改写观众对影视作品的消费方式。人们开始像欣赏宋代团扇画那样品味镜头语言。行业数据监测显示，邓为参演剧集的观众留存曲线呈现反常特征。传统演技高潮点对收视率的拉动，在他这里被均匀分布的颜值暴击点取代。这种新型观剧体验，倒逼制作方重新思考演技的定义边界。当视觉愉悦达到阈值，是否还需要程式化的情绪表演？这种现象折射出 Z 世代审美体系的进化。年轻观众不再执拗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式的体验派演技，转而追求符合脑内美学图式的视觉符号。邓为的存在，恰似 AR 技术将千里江山图卷轴投射进现实空间，满足着数字原住民对古典美的二次元想象。当夕阳的余晖掠过邓为戏服上的簇金绣纹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为演员的走红，
更是一场关于传统文化现代转译的美学实验。在这个图像霸权时代，它的出现提醒着我们，影视艺术从来不是单维度的竞技场。当皮箱之美达到某种文化共识的极致，同样可以成为打开历史想象的密钥。或许正如宋代画论所言，形似之外求其化。邓魏的古装扮相正在演绎着新时代的传神写照。